各位好，今天我们继续来聊 iPhone 的内置 App。对于简体中文的用户来讲啊，现在我这边，这里，现在我屏幕上打出的这个 App，对于普通用户来讲应该是没有见过的啊。它的这个名字叫 News，翻译成中文呢就是新闻所以你看我的副标题里面呢，我也没有再去写这个新闻 App，而直接写的是 News App。为什么？因为即便你是简体中文的系统版本，即便你用的可能在这是一个伏笔，我们稍后会解释，可能是中国大陆的行货的 iPhone， 那么你看，如果你能看到 News App 这个图标，它系统显示的也只有英文的 news， 它没有翻译成新闻，也不会翻译成新闻两个字啊。虽然稍微有一丢丢英文基础的都应该知道这个是新闻的意思。如果真的是官方想翻，它也十有八九也会翻译成新闻，但是没必要翻，原因是这个软件在中国大陆地区是不能用的，就是这个服务也没有上架。所以呢，我想通过这一期讲 News App 来去跟大家简单的聊一聊 Apple 的服务以及跨区域这个问题啊。Apple 的服务比较著名的就是 App Store iTunes Store 现在就是音乐商店，然后图书商店、电影商店这个电视剧商店其实一回事了。然后图书商店里面包括有声书里面现在比较流行的订阅有 Apple TV Plus Apple 自己拍摄的电影这个频道还有我们的 Fitness Plus 还有包括 iCloud Plus 等等等等吧，也许我落的因为太多了。这些都称之为服务，也就是支撑 iPhone 的内容的部分一个手机是硬件嘛，它还要有软件，还要有内容这个跟早年讲计算机不一样了。原来我们计算机课上讲的一台电脑就是硬件和软件，现在不一样了，还有服务。这个服务它并不仅仅是指我买了一个手机，你要给我提供购买服务、介绍产品的服务、结账服务、保修服务，不是指这个。你要说泛指的服务呢，你也有吧，但是这个没人会这么去说服务现在大部分说的服务是手机的厂商为手机用户提供的那种软性的东西，就叫内容，我们叫服务，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一些。那 Apple 作为一家美国公司，它应该是不太会有合资这种行为出现的。你就比如说像特斯拉，它也是坚决不合资的。你要允许我在中国开厂，你就要同意我独资的条件所以特斯拉是中国大陆境内唯一一个被允许外商独资的汽车企业它才会能在上海开这个超级工厂。所以对于 Apple 也一样，就是你让我合资，我宁可不做你简单可以这么理解吧。当然这个不代表 Apple 官方，这只是我个人的理解，就是通过观察所有 Apple 的产品和服务的路线都是这样子。那么所以说很多的 Apple 提供的官方的服务没有办法在中国落地，也就是这个原因了。那么现在能在中国落地的有什么呢？其实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iCloud 以及它旗下的一些功能还有 Apple Music 也就这么两个吧。我之前说过iTunes 电影和 iTunes 图书曾经在中国开放过不超过半年的时间，应该就3-4个月吧，然后马上就被叫停了在我讲之前的这个视频当中有提到过。所以就目前来讲，这些服务只有3个，其实刚才忘了一个，还有一个叫 App Store， 也是在中国可以提供服务的。但是呢，这些服务都是和境外有一些差别的。这个也应该是这样这个不是刻意而为之。就比如说 App Store，中国区的 App Store 跟其他任何国家其实都不一样其实没有任何2个国家的 App Store 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因为 App Store 发展到现在这样都已经
针对不同国家跟地区的法律法规进行过一定程度的调整啊，包括还有一些是软件开发商他们自己的意愿，说我只想在哪个国家上架，我不想在哪些国家上架，这个其实蛮普遍的。中国区的 App Store 这边有岔开一句啊，说到 App Store 去了，其实它的软件的品类和数量不少的，我盲猜，其实是数一数二的。中国由于像智能家居啊，还有一些小的电子产品的一些发展，造成中国区的 App Store 其实它的这些小众的 App 会更多。举个例子啊，我前2天刚买了一个这个叫什么行车宝，就是插在汽车的那个 OBD 接口上，可以给你读取一些汽车的一些行驶数据或者发动机数据的这么一玩意儿，它是蓝牙的。那这个时候呢，它蓝牙跟手机配对，就需要手机里面安装一个相应的 App。那这个 App 就只在中国区有啊，所以其实中国的并不少，只不过呢，它是应该和其他国家差别最大的一个。iCloud 也一样，像我们上一期聊过的端对端加密，一般是不允许你提供给你的。包括这个数据隐私保护是不会提供给你的，这个在中国大陆地区是不能用的。但是 iCloud 的高级数据保护好像目前在中国大陆地区你是可以打得开的，但是我曾经开过，开了之后呢，你的 iCloud 照片同步和下载就会非常的慢，包括登录网页版也会很慢。所以我实在受不了，太慢了，然后体验太差，就把它关掉了。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改善啊？那Apple Music 也是一样，好处是有很多中国本土的音乐在中国区的 Apple Music 里面，当然它有个好处就是最便宜的一个。那当然了，也有一些境外的版本是中国没有的，好像之前 Apple Music 还和国内的 QQ Music 有合作过。所以这个是 Apple 在中国服务的一个现状，除了这几个也完全都没有了，其他的也都没有了。但是这个 News 啊，我们说回到正题啊 ，News 这款 App 以及它背后提供的服务和其他任何的 Apple 服务，我认为都有一点点的不同。这个其实我还蛮关注的，我也希望分享给各位，咱们一起关注哈。到时候如果有什么变化，我们来讨论为什么。举个简单的例子，你如果是身在中国大陆地区，目前为止啊，2024年的6月份，我这个得说清楚啊，目前为止，那么你即便是在中国大陆地区，只要你能够申请到一个非中国大陆的 Apple ID， 那么你就可以获得中国大陆以外的服务。举最常见的例子吧，比如说我有一个美国区的 Apple ID， 那就算我在中国大陆，我只要在我的 iPhone 上登录美国区的这个 Apple ID， 那么我就能够看到诸如 Apple TV Plus 啊，我就可以使用 Apple Fitness 啊这个健身服务，我也可以去购买美国区的电影、音乐、书籍，就全都有了。但是只有一个，就是 Apple News， 这个你搞不定，即便是美国的 ID 也没法看。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曾经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啊，我想体验一下这个 Apple News 怎么样，我就用尽我的能力吧啊，全网去找，我甚至就找到了有一个他好像是美国的外交官，那么现在是在中国大陆。大使馆啊，就是类似于这种，人家本来是美国来的啊，他的 Apple ID， 他的手机全是美国的，他只是到中国大陆居住一段时间，然后他就发现，在他的手机上这个 Apple News 就没了。想了很多办法都没有。可能有一些办法是可以让你有一定的随机性，能够蹦出来一下下，但是很快也就不行了，也可能就是。有些人能一直用下去，有一些特别的方法，但是这个在我目前测来是最难的一个了。为什么我说比较关注这个哈？因为通过 Apple News， 你可以看到，如果希望不让你这样跨区的去看，它是可以做到的。那为什么没有做呢？
其他的为什么没有做？我个人猜测是有这几方面的来考量。第一，确实是有一些因商务、因政治因外交，然后比较长的时间会在其他国家度过的人这一部分的需求是有的。当然还有一部分是因旅游这个也是有的。你不太可能说一个美国人他到中国旅游个10天20天，然后你就把他所有的都封掉，是吧？所有的这个服务都不能用，这个也不太现实，或者说不到迫不得已不会做这样的封锁这是一个原因。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呢，我猜测其实在新闻这一块应该是被管控的更严的一块。对于公司来讲，我相信任何一家公司它是以盈利为目的这个是根本一个公司的根本需求。那么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司，它不是慈善机构，它不是非盈利组织，这个时候它推出的一些服务，它一定是主观的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去用。它不太会说我推出了一个服务我就不给任何一个人，除非是有一些政治原因比如说俄罗斯这种在侵略乌克兰的时候很多国家都禁止向俄罗斯提供一些软件硬件和服务，这个是我觉得是另外一个范畴但是一般情况下是不会的。但是像在中国这种情况，就是基本上是公司不会封你，而是政府在封你就是中国的这个体制在封，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个东西，反正在控制中国的这个东西吧，这个东西它在封你。而且呢它封它也没有一个明文，就是说我封什么我列出来，我告诉你什么是封的什么是不封的，这个你想想也不太可能嘛，封了嘛，对吧？只要你是中国大陆的这个生活过的一段时间的，应该都觉得这个不太可能所以其实是暗箱操作的一个灰色地带的感觉。那这种情况下就会存在一个长期的博弈。那公司层面它是不想做任何的封锁的，但是从政府层面来讲，他可能一会儿想封这个，一会儿想封那个，一会儿这个又松开一条。那我上一期也讲过，像对于 iMessage 这样的端对端的信息服务，其实我个人也是个人猜测我觉得也是用的人比较少了。如果 iMessage 在中国大陆的用户里面，它的使用量能够达到微信的1/10甚至更少，我相信应该它的死期也就快到了。还记得前一段时间那个封锁 AirDrop 的事情吗？就连 AirDrop 都能够被砍一刀10分钟自动关闭是吧？那何况 iMessage 这样的东西了，那可见在中国大陆地区 iMessage 用的实在是少得可怜，所以不屑于去管你这一块。那 News 就不一样了像这样的服务，它在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上架的话，它一定要经过类似于一些执政者、政府就这种类似的东西吧，这种批准，对吧？它才能够上架，它不可能蔫不敲的上架。而且像 News 这种服务，它是非常本地化的。如果中国真的推出 Apple News 这个服务，它一定也是会给中国用户更多的本土的新闻以及本土的报纸和杂志的内容。那这也是需要大量的本地的新闻机构报刊杂志来去愿意和一个独资的境外公司去合作的前提下才可以满足的。作为 Apple 公司来讲，我相信它很难会觉得我让你用，但是你看到的全是美国的新闻这个其实它不是一个公司高层吧会这么去考虑问题，或者说我要给你这个国家开放一个服务，我一定像以 Apple 的这种尿性，对吧？他一定是要起码他自己要认为他准备好了才会推给你不可能就是说让你去吃别人吃剩下的这种，也不太可能所以我觉得 Apple News 在中国大陆推出，就别说推出了，就是哪怕一个美国人他旅游到中国大陆，他还能继续看他的 Apple News， 我觉得这个就已经是挺不得了的一个改变了就是值得鼓掌了就已经。那通过 Apple News 的这种东西，其实我们能够预见到我这边可以大胆的提一个问题，大家可以一起去
就想这也没啥意义吧，反正就且听来。以后会不会在中国大陆地区，你即便有一个美国或者香港或者日本的 Apple ID 登上去之后，你仍旧看不了你想看的那些东西？这个通过 Apple News 已经证实了，技术层面是能做到的。我不知道它是通过人工智能还是大数据去判断，可能根据你的 SIM 卡，根据你的卫星定位，根据你的 WiFi 定位，根据你的手机信号塔定位，根据你经常的浏览习惯、访问的网站定位等等等等吧。应该也是综合考量吧。只要判断你人在某一个地区，它就能够相应的把它的某一个服务给你封锁掉。如果未来某一天中国政府给到 Apple 足够的压力，那这个并不是做不到的那起码从 Apple News 你可以看得出来。我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Facebook。大家知道 Facebook 有一个在全球都还蛮火的二手市场，应该叫 Marketplace 吧，有这么一个东西。那你这个东西在中国大陆肯定开了也没用嘛。但是当我离开中国大陆之后，我就想用这个东西，我就发现我刚离开的那几天是用不了的，即便我主动的在 Facebook 的设置里面改变了我的国家地区设置，也没有办法用。可能你真的是要待几天，然后在新的国家或者地区发个帖子，发几个帖子，或者再做一些什么活动等等等等，然后它由这个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来去判断，你真的是离开了某一个国家之后，它才能够给你开放这个功能。那可能 Apple 在 Apple News 上面的这个管控会更严格一点，Facebook 还有一点迟滞哈，而且你是有点方向的，就是如果你知道一个机器它通过什么信息来去下判断，其实你可以主动的去喂给这个机器一些假信息的。但是困难的是你根本不知道这个机器它是通过什么去判断的，这个你喂都没法喂，或者是它已经强大到有一些信息是你根本没有办法去伪造一个喂给他的，对吧？比如说你们家附近的 WiFi 和你家附近的手机信号塔，这个并不是说你要主动连上你们家的 WiFi， 或者你一定要插一张中国大陆境内的 SIM 卡，它才能知道你在中国大陆的。哪怕你这个手机刚一开机没有连过任何的 WiFi， 你也没有插任何的 SIM 卡，但你知道手机它是有这些相应的无线芯片的。我连上一个 WiFi 获取一个IP 地址，和我只是问一问你这个路由器，或者问一问你这个手机信号塔，这是哪个国家呀？我只是知道这个信息就可以了呀，我不需要你真的去插一个中国卡，或者说你把一个美国的卡拿到中国大陆去漫游，它不是还是显示联通、电信、移动嘛？它总不会在中国大陆去显示一个 AT&T 吧？所以其实目前的科技，如果有人想这么做，它是可以这么做的所以各位能享用的尽快享用你们想这个组团上车的赶紧上车能用就用。但是你会发现，你现在即便是买这个Apple One 的这个团票，你也是没有办法在中国大陆地区去看这个 Apple News 的。当然 Apple News 我们最后也要说一下，它是一个我还蛮喜欢的一个新闻的服务。如果你人是在推出这个服务的国家，并且你也有相应的这个国家的 Apple ID， 能够享受这样所有的这些 Apple 的服务，我觉得这个还是蛮好的。起码我在上面可以找到非常多我原来费尽脑汁都找不到的我喜欢的那些杂志。我喜欢看杂志胜过喜欢看报纸它的界面包括没有广告的影响包括适时的一些推送包括和 iPhone 的整合未来一定也会加入 Apple Intelligence 这个 Apple 的人工智能也会整合进去，因为毕竟是亲儿子嘛所以关于 Apple News 就是这个叫 News 的 App 新闻翻译过来是新闻我没说新闻 App 翻译过来是新闻，咱们严谨一点。目前的状况以及它是个什么东西，我想我已经尽我最大的能力，希望给大家讲个明白
好，如果觉得有帮助，也希望各位点一下订阅，期待我后面的视频。好，今天我们这一期就到这里告一段落，非常感谢各位，我们下期再见。